你的医生、你的心理治疗师，甚至那些最关心你的人，他们可能都搞错了。他们告诉你，你抽烟是在应对压力。这句话听起来充满关怀和理解，但它可能正是你一次又一次戒烟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在无意中为你的烟瘾提供了一张正当性的证书，验证了你内心深处那个最致命的信念：我需要它。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但必要的事实：抽烟从来就不是一种应对压力的方式，它只是一种分心的手段。它像一个嘈杂的闹钟，在你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疯狂作响，让你暂时忘掉眼前的烂摊子。但问题是，闹钟停了，烂摊子还在，而且往往变得更糟。如果你把抽烟这件事赋予了哪怕一丝一毫的价值或好处，你戒烟的难度将会增加1000倍。记住一个最根本的逻辑：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绝不可能来自导致这个问题的那个东西本身。大家好，我是文博。在大学里，我花了超过15年的时间研究现代都市人的压力、社交行为和消费主义。而我发现，我们对压力最大的误解，恰恰来自我们最信任的那些解药。这听起来很刺耳，对吧？但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又为什么你必须听懂我接下来要讲的每一个字？因为根据我帮助数千位像你一样的成熟男性彻底摆脱烟瘾的经验，我发现复吸，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主动选择再一次被烟瘾控制的最大单一原因，就是不恰当的压力管理。这件事的利害关系远远超出了你口袋里的那包烟，它不仅仅关乎你能不能成功戒烟，它最终决定了你在家庭中的角色，你在事业上的成就，以及你整个人生下半场的品质。一个无法有效管理压力的人，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失去动力的船，只能随波逐流，祈祷不要撞上冰山。而一个懂得驾驭压力的人，却能把同样的狂风变成推动自己前进的强大动力。所以，如果问题不在压力本身，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就要谈到我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所有成功戒烟者，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都在践行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去追求一个没有压力的乌托邦式生活，那种生活不存在。他们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压力耐受度 （stress tolerance）。想象一下，你的压力耐受度就是你人生这辆车的油箱。每天早上醒来，你的油箱是满的，但是工作、家庭、人际关系、意外状况，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在消耗你的燃料。你不是要让路上没有红绿灯、没有上下坡，而是要确保你的油箱足够大，油料足够多，能让你跑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让我们具象化这个油箱的消耗过程。想象一位45岁的行销总监，我们叫他张先生。他是一位典型的都市精英，事业有成，家庭圆满，但同时他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早上7点，他迎着晨光醒来，前一晚睡得不错，感觉精力充沛。此刻，他的压力油箱是100%满格的。他脑中规划着今天的蓝图，上午搞定那个棘手的提案，下午和团队开脑力激荡会议，晚上答应了要陪孩子做模型。上午10点，他最器重的一位核心员工走进办公室，把辞职信放在他的桌上。这个消息如同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他感觉心头一沉，大脑瞬间需要分出大量资源去处理这个意外，安抚、了解原因、评估冲击、思考备案。仅仅15分钟的对话，他的压力油箱已经从100%掉到了80%。他强作镇定地送走员工，但太阳穴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下午2点，更大的警报响起。他最重要的客户因为上一季的业绩不达标，打来一通充满火药味的电话，威胁要终止合作，转投竞争对手。这通电话像是在他的油箱上钻了一个大洞，恐惧、愤怒、挫败感，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疯狂地燃烧着他的心力。他必须立刻组织团队，准备应对方案，安抚客户情绪。
挂上电话时，他看了一眼窗外，感觉天空都灰暗了几分。他的压力指针已经急速跌到了30%。低油量的警示灯在他脑中不断闪烁，发出刺耳的嗡鸣。晚上7点，他拖着几乎被掏空的身体回到家。他只想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做，但一进门，妻子就递来一张孩子不及格的考卷，伴随着几句埋怨。他知道妻子没有恶意，他也承受着家庭的压力，但他此刻的邮箱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燃料去共情，去耐心沟通了。他只能用仅存的力气挤出几个字，然后躲进书房。此刻，他的压力邮箱只剩下最后的5%。他感觉自己就像一部快要报废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晚上10点，家人都睡了，张先生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城市依然灯火通明，但他的世界只剩下疲惫和空虚。这时候，那个熟悉的念头浮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根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再缓缓吐出。在那几分钟里，焦虑似乎被烟雾麻痹了，脑子里的警报声也暂时消失了。他告诉自己，我太累了，我需要这个，这是我应得的放松。但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核心问题，这一根烟是在为他那只剩下5%油量的邮箱加油吗？还是它只是一种麻醉剂，让他暂时感受不到油箱见底的空油焦虑？而这种化学物质的介入，是不是正在腐蚀油箱的内壁，让它生锈变薄，导致明天的最大容量从100%下降到99%，再到98%？这就是第一个必须被打破的迷思：抽烟100%是在漏油，而不是在加油。它消耗你宝贵的意志力、时间和金钱去管理一个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伪需求，让你没有精力去处理那些真正消耗你压力油箱的现实问题。而另一个紧密相关的迷思是，你感到压力不是因为你缺少了尼古丁，这是一个致命的归因错误。当你因为工作不顺而感到焦虑时，那个压力源是工作，而不是你身体里缺乏化学物质。把压力归因于不抽烟，就像一个对花生过敏的人在皮肤发痒时认为解决方案是吃更多花生一样荒谬。你必须清晰地告诉自己，我的压力问题和烟无关，我需要解决的是压力源本身，而不是用一种成瘾行为来饮鸩止渴。你现在觉得抽烟是在为你的压力油箱加油，还是其实在悄悄凿穿油箱底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真实感受，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你可能会问，教授，如果压力是必然的，油箱消耗是日常，那除了戒烟来堵住漏洞，还有什么方法能提升我们的压力耐受度呢？这就触及了一个比物理消耗更深层的问题：你的心态。你如何看待压力，远比压力本身重要得多。你对一件事的诠释，决定了它对你油箱的消耗程度。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古老的中国寓言故事。在一个村庄里，有位老农夫，他只有1匹马。有一天，这匹马跑掉了。邻居们都跑来安慰他：“哎呀，真是太不幸了，你唯一的财产就这么没了。”农夫只是平静地回答：“也许吧。”几天后，这匹马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群野马。邻居们又跑来恭喜他：“天哪，你太幸运了，你现在发财了。”农夫依然只是淡淡地说：“也许吧。”又过了几天，农夫的儿子在驯服一匹野马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再次聚集起来，叹息道：“真是祸不单行啊！你唯一的儿子残废了，以后谁来照顾你呢？”农夫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还是那句话：“也许吧。”不久之后，战争爆发了。皇帝的军队来到村庄，强制征召所有健康的年轻男子上战场。
邻居们的儿子都被带走了，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来，而农夫的儿子因为腿断了，得以幸免。这时，邻居们才恍然大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马跑了，马回来了，儿子断腿，免于兵役，这些事件本身是中性的，他们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是村民们的解读赋予了他们幸与不幸的标签。而那个农夫，他始终与世界本身保持着一个距离，他知道任何单一事件的影响，在更长远的时间维度里都是未知的，所以他从不为此过度消耗自己的心力。这不只是心灵鸡汤，现代科学也证实了这一点。2011年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叫做感知很重要 Perception Matters。 研究人员追踪了数万名受试者，发现那些认为压力对健康有害的人，在面对高压时，他们的死亡风险显著高于那些同样面对高压，但认为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积极作用的人。换言之，你对压力的信念系统直接决定了压力对你身体的实际伤害程度。这个预言和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信念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将这种强大的信念转化为每天都能使用的行动策略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的最核心的工具，一个极其简单但无比强大的行动框架。当你面对任何让你感到压力的事情时，无论大小，你都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我能控制吗？这个问题会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一团混乱的压力清晰地切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如果答案是我能控制，或我能部分控制，那么你的唯一策略就是立刻行动，制定计划，拆分任务，打出第一个电话，发出第一封邮件，立刻，现在，马上。而抽烟在这时候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扮演了拖延的最好朋友。让我们回到刚才那个专案濒临延期的案例。A 路径的主角感受到了压力，他对自己说：“我需要冷静一下，思考对策。”然后他走到了吸烟区，在那烟雾缭绕的10分钟里，他真的在思考对策吗？不，他可能在刷手机。可能在跟同样在抽烟的同事抱怨客户有多么不讲理，可能在感叹自己有多倒霉。他用抽烟这个行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合理的暂停，一个逃避立即采取行动的避风港。10分钟后，他回到座位，压力没有丝毫减轻，但解决问题的时间却少了宝贵的10分钟。你看，抽烟完美地助长了拖延，让你对本可解决的问题束手无策，任其恶化。而 B 路径的主角，那个清醒者，他同样感受到了压力，那种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的感觉，但他没有向外寻找一个暂停键，他向内深吸一口气，然后问自己 ：OK， 情况很糟。我能控制什么？他立刻意识到，他能控制的是沟通和协调。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打开行事历，用5分钟时间锁定核心成员，发出一个15分钟的紧急会议邀请。在会议上，他们迅速定位了瓶颈，重新分配了资源。压力在这里被转化为了驱动行动的燃料。他掌握了局面。第2部分，如果答案是否，我完全无法控制，那么你的唯一策略就是学会放手，继续前进，接受它，然后把你的精力聚焦到那些你能控制的事情上。抽烟在这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扮演了反刍式思考的扩音器。什么是反刍式思考？就是像牛一样，把已经发生的无法改变的事情，或者尚未发生的充满未知的未来，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的咀嚼，徒劳的消耗能量。让我们回到那个公司宣布裁员的案例。
A 路径的主角得知了这个他完全无法改变的消息，他感到恐惧和不安，于是他又走到了吸烟区，在那里，他和其他同样焦虑的同事聚在一起，烟雾弥漫中，大家开始猜测下一个会是谁。听说隔壁部门要整个砍掉，我们老板最近脸色很难看，每一次吸气和吐气都伴随着更多的负面猜测和无谓的担忧。抽烟这个行为为这种集体焦虑提供了一个仪式性的场合，让他在反刍丝毫的泥淖里越陷越深，一整个下午都处于一种精神内耗的状态，什么正事也没做。而 B 路径的主角那个清醒者，他同样感到恐惧和不安，但他迅速完成了那个提问：这件事我能控制吗？答案是不能，他无法左右公司的决定。于是他启动了第二策略：放手。他对自己说 ：“OK， 接受这个最坏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控制什么？”他立刻打开电脑，开始更新自己的履历。他给2位业内的朋友发了讯息，约他们下周喝杯咖啡。他把手上正在进行的专案整理得清清楚楚，确保即使明天就离开，也能完美交接，为自己赢得最好的职业声誉。他把因不可控事件而产生的压力全部转化为投资于可控未来的行动力。他依然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的个人经历。在几年前，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极其黑暗的时期。在短短几个月内，我几乎同时面对了3件足以击垮任何一个中年男人的事。我挚爱的家人被诊断出癌症，我的妻子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流产，同时我的个人业务还遇上了棘手的税务问题。我记得那种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压力大到我几乎无法呼吸。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有抽烟的习惯，我毫不怀疑自己会一天抽掉3包，因为那种逃避的诱惑太大了。但正因为我保持了完全的清醒，我才能在极度的痛苦中启动这个可控不可控的框架。家人的诊断结果是不可控的，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沉溺于为什么是我们的无谓质问中。但选择哪家医院、寻找哪个医生、评估哪种治疗方案，这是可控的。我必须立刻行动，投入我所有的精力去研究和决策。正是这种清晰的划分，让我在那场人生的风暴中没有被情绪的巨浪吞噬，而是牢牢地抓住了船舵，驶向了唯一正确的方向。掌握了这个可控与不可控的框架，你就已经超越了90%被压力支配的人。但对于那些追求卓越、真正想成为生活掌控者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更高阶的策略。这是一个高手的秘密，学会购买你的心力。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文博教授，你这是在炫耀。不，完全不是。我想让你把它看作一笔心力投资。我住在一个有草坪和泳池的房子里，我会雇用园艺公司来打理草坪，雇用泳池清洁工来维护泳池，我还会请保姆和清洁阿姨。坦白说，这些开支是我在做家庭预算时最后才会修剪的项目。为什么？因为我付给园丁的钱不是在买修剪整齐的草坪，我是在为自己买回一个朝6下午不必弯腰劳作、汗流浃背的清醒大脑和健康的腰。我付给清洁阿姨的钱不是在买一个干净的家，我是在买断我和妻子之间可能因为今天该谁洗碗而爆发的无谓争吵。我把这些从低价值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时间和压力邮箱的容量投入到更高价值的事情上，比如专心准备一场重要的演讲，或者心无旁骛地陪我的孩子玩一个下午，又或者只是和我的妻子安静地喝杯茶。我曾经有一位客户，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医生，年收入很高，但他每天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我问他压力的主要来源是什么，他说了半天工作上的挑战，但我发现他眉头最紧的时候是在抱怨家里有
多乱，孩子有多吵，他下班回家根本得不到片刻安宁。我给他的建议非常简单，把你月收入的5%拿去请一位最好的家务助理。他一开始非常抗拒，觉得这点小事我自己能做。但我告诉他，你不是在为家务付钱，你是在为你家庭的和睦、你个人的心境安宁付钱。这可能是你今年最明智的一笔投资。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这是他听过的最棒的建议。这就是一种思维的转换。你必须认识到，你的心力、你的专注力是你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学会用金钱去策略性的外包那些消耗你心力但价值不高的事物，从而保护你的压力邮箱，让它能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看，从底层的心态重塑、农妇的预言，到中层的行动框架，可控不可控，再到高层的资源配置、购买心力，这是一套完整的、立体的压力管理系统。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回归到那个最根本的选择。现在你的面前有2条清晰的人生路径，一条路是继续抽烟的路，在这条路上，你的健康会逐渐被侵蚀，你会因为一点小感冒就咳嗽不止，你会因为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吁吁。你的焦虑会不减反增，因为你除了要应对生活本身的压力，还要应对烟瘾这个额外的压力。你的自信会一点点崩溃，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你被一个小小的化学物质控制着。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变得紧张，因为家人和朋友无法忍受你身上的味道和你越来越差的脾气。在这条路上，你所有的压力油箱容量都被管理烟瘾这件事本身消耗殆尽，你没有任何余力去应对生活中的任何一场风浪。另一条路是彻底戒烟的路，在这条路上，你的思绪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你的自信会因为战胜了最顽固的敌人而得到极大的重建，你的精力会变得充沛，因为你不再需要消耗能量去对抗戒断反应。你的财务状况会改善，省下来的钱可以去投资，去购买心力。你将有能力用我们今天谈到的所有策略，去从容应对家庭和事业的任何挑战。在这条路上，你的压力油箱被彻底修复，并且加满。你不再害怕生活的狂风，因为你知道，你就是那艘动力强劲的船，你就是那个能驾驭风暴的船长。2种人生，2种结局，你的选择是什么？如果你从今天的内容中获得了哪怕一丝启发，希望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请务必按赞支持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持续创作这类深度内容的最大动力。另外你也知道，像这样直言不讳的内容，随时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建议你立刻订阅并开启通知，才不会错过下期更深入的探讨。